我幫姐夫辦場養蛙，1年到頭淨賺60萬，結果分紅時，他只甩給我2000塊錢辛苦費。他說地是他包的，飼料是他買的，就連銷路也是他跑的，而我只是簡單的清理一下池塘，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我懶得和他解釋，拿着錢自己承包了一塊爛泥田。3個月後，當我靠着蛙田共作的科學理念，養的苗壯蛙肥時，他的工人卻告訴他：老闆，這水實在太臭了，而且今天早上又飄起了100多隻死蛙。他氣得臉都綠了。那天我姐夫在地裡暴跳如雷，但我知道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元哥，東邊的防潮網快被衝垮了，去拿尼龍繩和鋼鉗，必須頂住，這幾10萬隻苗子是咱們的命。這類蛙類野外受生態保護管控，為了合規開展養殖，我跑了整整3個月的審批，才拿下那張蓋着紅印的許可證。有了它，我才敢把在農業大學學到的所有生態養殖技術全都砸在這片土地上。王鎮長，您看，這是我連夜趕出來的黑斑蛙稻田生態共作企劃書。我們基地絕對合法合規，持證養殖，上方種優質水稻遮影引蟲，下方養蛙除虫松土，不僅零農藥，還能實現完美的生態循環。小趙啊，這個思路非常超前，很契合咱們現在的鄉村振興和生態環保政策嘛。應該的，都是為了響應國家號召。我作為基地負責人，肯定要帶頭搞技術創新。那份企劃書是我熬了整整1個月，查閱了無數核心文獻，結合這片土地的酸鹼度，逐字逐句敲出來的。姐夫，各位領導，你們先看報告，我去交代一下工人清理昨晚的積水。林遠，你瘋了嗎？你看看你這副鬼樣子，渾身是泥，臭氣熏天，衣服上還帶着血，跟個要饭的盲流一樣。你想衝撞領導嗎？那是我的企劃書，裡面的生態轉化率、溶氧量、水稻品種配比，哪一樣是你懂的？昨晚下了那麼大的雨，我在水裡泡了1夜，保住了蛙苗。你在哪裡？你在鎮上打麻将。我是你姐夫，我是這片基地的投資人和法人，咱们是一家人，分什麼你的我的？企劃書寫着我的名字，那叫代表基地的形象。你現在進去說這是你寫的，除了讓領導覺得咱們內部不團結，還能有什麼好處？形象，用偷來的東西裝點出來的形象。你別給臉不要臉，趕緊滾回你的宿舍洗洗，別在外面丟人现眼。要是攪黃了今天的高端扶持項目申請，我讓你姐跟你沒完。姐姐從小把我帶大，她老實本分，這幾年沒少受趙強的氣。我一直為了姐姐在這個家裡隱忍。行了，別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樣子。等這批蛙賣了，分紅的時候，我多給你發幾百塊錢。老老實實幹你的苦力，技術再好，不也得靠我這個老闆賞飯吃？他根本不懂生態農業，他只想要政績和補貼。那份企劃書裡的生態系統極其考驗精細化水質管理。趙強這種急路盡力的人，骨子裡的貪婪一定會讓他走捷徑。那場暴雨過後，基地迎來了難得的半個月晴好天氣。多虧了那天夜裡的死守，幾10萬隻黑斑蛙苗毫髮無損，氨氮指標0.1，亞硝酸鹽0.02，溶氧量5.5，非常健康的水質。底基微生物群力已經初步建立起来了。水稻為蛙群提供遮蔽，吸引昆蟲作為天然饵料。蛙群的排泄物經微生物分解，又成为水稻最好的有機肥。這是一個極其精妙且脆弱的生態閉環，需要極大的耐心。按照進度，我昨天才提交了採購天然發酵饵料和微生態制劑的申請，怎麼今天一早就送到了？這車廂上的包裝袋看着有些眼生。停下，都別卸了，這根本不是我訂的天然飼料，這是高密度催長用的高蛋白合成飼料。姐夫，這是怎麼回事？我提交的採購單明明是微生態劑劑和天然發酵料，你為什麼背着我進了這種催長飼料？那張單子我給撕了，你訂的那些東西價格貴不說，見效還慢。現在市面上搞傳統水產的都用這種黃金配方，只要撒下去，那蛙長得跟吹氣球似的，能提前大半個月上市。姐夫，咱們走的是稻蛙共作的生態路線，這種高蛋白合成飼料，蛙根本吸收不完，剩下的全都會沉積水底發酵。現在氣溫越來越高，水體富營養化會導致水稻燒根，水質一旦敗壞，
整個生態系統就全毀了。而且靠饲料催肥的蛙，肉質極其鬆散，失去天然的緊實口感。咱們費那麼大勁拿到的合法繁育證和生態農業的招牌，全都會被砸得稀巴爛。林遠，你是不是在學校裡讀書讀傻了？市場講究的是搶占先機，等你的生態蛙慢騰騰的長出來，黄花菜都涼了，早一天上市，價格就能高出2成。至於肉質鬆散，老百姓去菜市場買菜，誰拿着顯微鏡看肉質？只要個頭大，看着肥，他們就願意掏錢。我不光要換饲料，我還打算去隔壁縣再进一批蛙苗，把密度提高1倍，提高1倍密度。你这是杀鸡取卵，違背農業客觀規律，大自然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的。少給我扯這些沒用的辮，我是老闆，這片地我投的錢我說了算，你只是個搞技術的，公司的戰略決策還輪不到你來指手畫腳。卸貨，全都給我卸到倉庫裡去。阿強、遠子，大熱天的，別吵了，我熬了綠豆湯，你們快過來喝一碗解解暑。誰要喝這寡淡的綠豆湯？沒看我正忙着做大生意嗎？婦道人家懂什麼？趕緊提回去，別在這兒礙手礙腳。好，既然你是老闆，你的決策我無權干預。但這批飼料只要投下去，水質惡化是必然的。到時候出了任何技術問題，不要來找我，我的名字絕不會簽在任何一份使用違規催長技術的驗收報告上。哼，不簽就不簽，離了張屠戶，我還吃帶毛豬了。遠子，你姐夫那個人就是脾氣急，想賺錢，你別往心裡去，咱們一家人有話好好說。姐，這不是脾氣的問題，這是底線的問題。農業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他現在為了賺快錢，不惜毀掉這片土地的生態，這條路走不通的。我知道跟趙強分道揚鑣的日子不遠了，但我不能就這麼被掃地出門。當一個人被貪婪蒙蔽了雙眼，任何理智的勸說都是徒勞的。我要為即將到來的風暴留下最堅實的證據，而屬於我的那片真正的生態農業版圖也必須開始籌劃了。時間轉眼到了深秋，第一批黑扁蛙迎來了上市的季節。得益於我前期打下的堅實生態基礎，以及那場暴雨中拼死保住的優質蛙苗，這批黑斑蛙雖然在後期被趙強強制餵食了催長飼料，導致水質開始隱隱發臭，但在徹底爆發大規模病害之前，蛙群還是順利達到了出欄規格。不僅個頭大，而且因為上市時間比同行早了將近半個月，正好打了個市場的時間差。短短半個月，除去所有成本，基地淨賺了整整60萬。哎呀，强子现在可是咱们村的首富了，這車得20來萬吧，真氣派啊！強子腦子活，有魄力，活該人家發大財啊！嗨，這算什麼？等明年我把旁邊的幾十畝地全包下來，搞個超高密度養殖，到時候直接換輛大奔。那片曾經清澈的稻田，現在表面漂浮着渾濁的油膜，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腥臭。因為過度投餵，水稻的根系已經被破壞，原本金黃飽滿的稻穗，現在乾癟細小，幾乎成了雜草。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默默地轉身走回了辦公室。按照當初建廠時的口頭約定，我是技術入股，佔淨利潤的30%。我打算拿到這筆錢後，立刻離開這裡。遠子，過來。當初我們說好的技術入股3期分成，這半個月淨利潤60萬，我的那份呢？技術入股3期分成。林遠，你是不是大白天沒睡醒？地是我包的，飼料是我買的，銷路是我跑的，甚至連你在外面拉的屎都是用我買的手指。場地規劃是我做的，水質模型是我建的，那幾十萬隻蛙苗是我冒着暴雨在泥水裡泡了1夜保下來的。沒有我前期的生態底子，你那些催長飼料早把這池子水搞臭了，你連1隻蛙都賣不出去。你少在這裡給我邀功，那企劃書上面寫的是我的名字，審批也是我跑下來的，你幹的那些隨便花2-3千塊錢雇個農民工一樣能幹，這裡面是2000塊錢，看在你姐的面子上，這是額外賞你的辛苦費，拿了錢幹好你分內的事兒，少在這跟我60萬的利潤，2000塊錢的打發，這就是他對我所有專業知識和日夜操勞的定價。阿強，你怎麼能這麼說遠子？這大半年來，遠子每天起早貪黑，半夜還要起來測水溫。那次下大雨，他發着高燒在水裡泡了1夜，差點連命都沒了。你賺了大錢，怎麼也該按當初說好的，給遠子應得的那一份啊？
男人在辦公室談生意，有你个妇道人家什麼事兒？吃我的喝我的，還胳膊肘往外拐，給我閉嘴！我原以為為了姐姐在這個家裡的日子能好過一點，我可以一忍再忍，但我錯了。我的退讓並沒有換來她的尊重，反而讓她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我們姐弟的尊嚴。趙強，你記住你今天說的話，你以為你贏了市場，其實你只是透支了這片土地的底子。最多等到明年夏天，你盲目投放的催長飼料和被破壞的水質，就會給你帶來滅頂之災。你拿走的只是表面那層短暫的虛假繁榮，真正的核心技術，你永遠也偷不走。遠子，你走吧，出去闖你自己的路。姐走不了，娃還在鎮上念書呢。姐，你等我，總有一天，我會讓你風風光光的離開這裡。林遠，你個小兔崽子！離開基地的那個下午，初秋的風吹在身上，已經有了幾分涼意，但我只覺得胸口那團憋屈了幾個月的鬱氣，終於隨着走出門的那一刻徹底消散了。我沒有回鎮上找姐姐哭訴，也沒有去借酒澆收。我知道，對於科技農人來說，證明自己最好的方式不是打嘴仗，而是讓土地結出最豐碩的果實。我直接去了村委會。村東頭有一塊幾十畝的低洼地，村裡人管它叫爛泥田。這塊地地勢太低，一到雨季就積水，種玉米爛根，種小麥抽不了穗，荒廢了好幾年，長滿了半人高的蘆葦和蓓草。但我知道，那是一塊不可多得的寶地，多年荒廢和粗草腐爛，讓底泥積攢了極其豐富的有機質。低洼的地勢正是天然的蓄水池，只要稍加修長，簡直就是為盜挖工作量身打造的生態溫床。拿着村支書簽下的承包合同，我掏出了自己這幾年省吃儉用攢下的全部積蓄，又厚着臉皮找大學時的導師和幾個鐵好們借了些錢，湊夠了啟動資金。接下來的半個月，我沒有急着下地，而是帶着厚厚的項目書，一趟趟的跑市裡的林業局和農業局。我太了解趙強這種人了，他心眼小又愛算計，一旦發現我單幹，絕對會在背後使絆子。我必須在原底上做到無懈可擊。半個月後，當挖掘機開進爛泥田，這個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清江村。那天中午，一輛眼熟的皮卡在田埂邊停了下來。喲，這不是我們基地的技術骨幹林遠嗎？這地方挺好，水土肥沃，最關鍵的是空氣乾淨，沒有劣質飼料的臭味。水土富沃，你在這片爛泥裡種金子也發不了財。遠子啊，別怪當姐夫的沒提醒你，搞特種養殖那是需要大把資金和人脈的，別到時候連褲衩都賠進去，又要跑回鎮上求你姐接濟你。不勞你費心，我既然敢包下這塊地，就有把握讓它變廢為寶。至於誰笑到最後，大自然會給出答案。哼，行，你有骨氣，那我倒要好好看看你這片破爛泥田能折騰出什麼花樣來。但我心裡很清楚，趙強剛才那個眼神絕對不僅僅是跑過來放幾句狠話這麼簡單。果不其然，就在第一批黑斑蛙幼苗剛剛下田的第3天，麻煩找上門了。跟在執法車後面的還有不少看熱鬧的村民，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趙強。誰是這裡的負責人？同志你好，我是負責人林遠。林遠同志，我們接到群眾實名舉報，說你在這片區域進行無證非法特種養殖，涉嫌違規繁育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請你配合我們進行調查，立即停止所有作業活動。哎呀，我就說嘛，遠子怎麼有膽子自己幹？原來是沒辦手續偷偷搞啊！這要是查實了，不僅得沒收，還得罰不少錢吧？遠子啊，糊塗啊你！你怎麼能為了省幾張證件的錢，幹違法亂紀的事呢？這下誰也保不住你了。同志，配合執法是我們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不過外面風大，有關資料我都鎖在簡易板房的文件櫃裡了，請各位隨我進去核實。隊長，這是我所有的合法資質文件，最上面是市林業局上個月核發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許可證，下面是水域灘灘養殖證，還有農業局批復的生態循環農業試點項目備案表，證件完全合法有效。
批文也是最新的。林远同志，非常抱歉打扰你工作了。你的手续不仅齐全，而且这个生态循環农业试点的想法非常好。像你这样既懂技术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返乡大学生，正是我们基层最需要的力量。各位乡亲，经过我们联合现场核查，林远同志的特种养殖项目各项资质一样俱全，完全合法合规，并且还是市里备案的生态农业试点。我们欢迎群众监督，但坚决抵制恶意举报、打击报复的行为。有人出于不正当的商业竞争目的捏造事實，进行实名舉報。對於這種行為，我們會依法批評教育，若情節嚴重，屢教不改，將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是不是被查了？原來是趙強舉報的，這也太缺德了吧！連自己小舅子都往死裡整。這不是什麼好勇鬥狠的街頭，但在規則和法律的陽光下，這種用實力和合法程序進行的降維打擊，比任何激烈的爭吵都來得痛快、徹底。第一回合，趙強輸得屁無完膚。趙強的惡意舉報不僅沒有打倒我，反而變相的替我向全村人做了一次最權威的合法性背書。村民們在路過我的田埂時，眼神裡少了當初的嘲笑和輕視，多了幾分好奇與敬佩。遠哥，咱們接下來幹嘛？直接放蛙苗嗎？不急，這片爛泥田雖然有機質豐富，但因為常年積水，底泥裡的硫化氫和氨氮濃度偏高。如果不先建立起健康的微生態循環系統，蛙苗放下去就是送死。咱們養的是國家三有保護黑斑蛙，全程必須守牢合法養殖紅線，絕不搞非法繁育。第一步，深挖溝渠，引注活水。我花重金請來工程隊，沿着田塊四周開挖了寬闊的回字形環溝。這不僅是為了排水，更是為黑斑蛙提供度夏避暑和冬眠的深水區。第二步，科學選種，栽插亞苗。普通水稻品種根本無法適應與蛙共生的環境，我特意跑到省農科院，引進了一種抗倒伏能力極強、植株高大且根系發達的特優深水稻。這叫生態位互補。到了盛夏，水稻長高，寬大的稻葉會像一把大傘，為黑斑蛙遮擋毒辣的陽光，提供陰涼濕潤的棲息地。而水稻抽穗時招惹的飛毒、民蟲，對黑斑蛙來說，簡直就是從天而降的高蛋白外賣。這招高啊！這就省了打農藥的錢，而且蛙還吃得好。不僅如此，好戲還在水底下。第三步，這不僅是為了排水，更是為黑斑蛙提供度夏避暑和冬眠的深水區。第二步，科學選種，栽插亞苗。普通水稻品種根本無法適應與蛙共生的環境，我特意跑到省農科院，引進了一種抗倒伏能力極強、植株高大且根系發達的特優深水稻。這叫生態位互補。到了盛夏，水稻長高，寬大的稻葉會像一把大傘，為黑斑蛙遮擋毒辣的陽光，提供陰涼濕潤的棲息地。而水稻抽穗時招惹的飛毒、民蟲，對黑斑蛙來說，簡直就是從天而降的高蛋白外賣。這招高啊！這就省了打農藥的錢，而且蛙還吃得好。不僅如此，好戲還在水底下。第三步，遠子，你這裡怎麼一點臭味都沒有？姐，這才是真正的農業。大自然本身是有淨化能力的，只要我們尊重它的規律，不往裡面亂投有毒有害的激素和化學合成品，它回饋給我們的永遠是清香的。真好，遠子，姐雖然不懂你說的那些高科技，但姐看這裡的每一根草，每一滴水，都覺得心裡踏實。你好好幹，一定會成大事的。姐，你放心吧，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盛夏即將來臨，高溫、暴雨、病害，隨時都會摧毀一切。但我心中沒有任何恐懼。退潮的時候才會知道誰在裸泳。趙強那種靠着維京抗生素和劣質促長劑堆出來的毒水坑，在正夏的高溫下能撐過幾個回合。進入7月中旬，清江村迎來了最難熬的3伏天，連續半個多月，氣溫都在38度以上居高不下，連一絲風都沒有，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對於特種水產養殖來說，這樣的極端高溫天氣就是一道生死攸關的鬼門關。在這個時候，傳統的違背自然規律的養殖模式終於開始遭到大自然的嚴厲反噬。眼前的蛙塘，水面不僅漂浮着一層厚厚的高蛋白飼料殘渣，還因為水體富營養化，爆發了嚴重的藍藻。由於養殖密度遠遠超出了水體的自我淨化極限，水溫高的燙手。老闆，這水實在太臭了，而且今天早上又飄起了100多隻死蛙，肚子都脹得像氣球一樣，全是腸炎。
別廢話，沒幾隻算什麼？趕緊去倉庫把那幾箱強效淨水劑和阿莫西林搬出來，絕對不能讓病害大面積傳染。老闆，這幾天光買這些藥和淨水劑已經砸進去好幾萬了，而且這水已經徹底敗了，光靠潑藥治標不治本啊！再這麼餵下去，蛙還沒長大，就先被毒辣的太陽和臭水給悶死。我是老闆還是你是老闆？讓你潑你就去潑，只要撐過這1個月，這批高密度蛙就能趕在中秋節前上市，到時候錢大把大把的賺，這點藥錢算什麼？趙強原本以為加大密度、猛餵飼料就能賺快錢，卻根本不懂生態容量的極限。他每天不僅要承擔高昂的飼料成本，還要像個無底洞一樣往水裡砸錢買化學抑劑，這就是違背科學規律的代價。與趙強那邊的烏煙瘴氣和焦頭爛額相比，位於村東頭的爛泥田生態基地簡就是另一個世界。傍晚時分，夕陽西下，苦熱終於散去了一點。得益於前期深挖的回字形環溝，底下的地下水不斷循環，即便是在3伏天，溝裡的水溫也始終保持在最適宜的25度左右，沒有惡臭，沒有病害，只有風吹過稻葉的沙沙聲。遠哥，真神了！我剛才騎車路過趙老闆那邊，隔着一條街都覺得辣眼睛。咱們這兒的水乾淨的都能直接洗臉了，而且這半個月咱們連1分錢的都沒買過。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我們不需要去干預它，只需要為它創造一個平衡的環境。不過，重头戲還在晚上。夏夜的稻田是各種農業害蟲最猖獗的時候，稻飞俗、鸣蟲、葉兰在夜色的掩護下開始向水稻發起進攻，但在這個生態基地裡，他們面臨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降維打擊。了不得，真是了不得啊！我今天去镇上開會，剛好路過你姐夫那個塘子，哎呦，那味道燻得我差點沒背過氣去。水面上飄的都是白花花的死蛙，我還擔心你這邊是不是也遭了災，特意過來看看。村長，您怎麼親自來了？快來棚子裡坐。遠子啊，你是真懂農業呀！不打農藥，蟲子餵了蛙；不施化肥，蛙糞肥了田，這才是正兒八經的綠色循環。咱們老祖宗說的順應天時地利，全讓你這個大學生用科學給做活了。村長您过獎了，我只是把書本上的知識還給了土地，只要堅持這套標準，到了秋天，咱們不僅能出產最頂級的生態蛙，這批水稻也會是無公礙的有機大米。好好幹，等秋收的時候，我親自幫你聯繫市裡的銷路，絕不能讓這麼好的東西被埋沒了。趙強自以為用高密度和化學精製能堆積出財富的堡壘，殊不知那只是一座隨時會坍塌的沙雕。而我腳下這片堅實的爛泥田，正在大自然最嚴酷的考驗下，醞釀着一場震動整個市場的反擊。快點，都給我手腳麻利點！這批貨今天必須送到省城的水產批發市場。老闆，這蛙摸着軟綿綿的，肉不緊實啊，真的能賣上好價錢嗎？你懂什麼？城裡人就喜歡看起來個頭大的，這可是中秋節前的搶手貨，趕緊裝車，別耽誤我發財。滿載着上萬斤黑斑蛙的冷藏車轟鳴着駛出村子，趙強的心裡已經開始盤算着拿到這筆巨款後，該去城裡哪家高檔餐廳慶功了。然而，他那建立在透支生態和違背規律上的虛假堡壘，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崩塌。哎呦，李總，貨收到了吧？這批蛙個頭大吧？這批貨今天必須送到省城的水產批發市場。老闆，這蛙摸着軟綿綿的，肉不緊實啊，真的能賣上好價錢嗎？你懂什麼？城裡人就喜歡看起來個頭大的，這可是中秋節前的搶手貨，趕緊裝車，別耽誤我發財。滿載着上萬斤黑斑蛙的冷藏車轟鳴着駛出村子，趙強的心裡已經開始盤算着拿到這筆巨款後，該去城裡哪家高檔餐廳慶功了。然而，他那建立在透支生態和違背規律上的虛假堡壘，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崩塌。哎呦，李總，貨收到了吧？這批蛙個頭大吧？上萬斤的貨全被退了回来，還要倒貼高昂的冷藏車運費。他前期砸進去的飼料費、化學藥劑費，在這一刻全部變成了死賬。
几位領導，這是有什麼指示嗎？你是趙強吧？我們近期接到了當地村民的密集投訴，你的養殖基地長期散發惡臭，嚴重影響周邊居民生活。你的養殖尾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到了村外的公共灌溉渠裡，導致下游水體發黑發臭。領導，誤會，都是誤會，我這都是正規養殖，水裡稍微有點味道是正常的。是不是正常的？數據說了算。科長，水樣中的氨氮、總磷以及化學氯含量全部嚴重超標，水體富營養化極度嚴重，還檢測出大量違規使用的抗生素和水質改良劑殘留。趙強，現場證據確鑿，你的基地惡意超標排放重度污染廢水，嚴重違法。領導，我改，我馬上改，您別罰我，我這就去買淨化設備。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法律和生態底線不是用來討價還價的。沒有肢體衝突，沒有一句粗俗的辱罵，只有冰冷的法律文書和市場規律的無情反噬。趙強終於明白，試圖通過投機取巧和破壞生態來攫取財富的美夢徹底碎了。快把表面那些死蛙全撈走，拿抽水機抽換一下表層水，再噴點空氣清新劑。只要把這群坐辦公室的專家糊弄過去，拿到這筆補貼款，我就能翻身。李教授，各位領導，一路辛苦，快請進。我已經在辦公室備好了上好的碧螺春。趙老闆，這就是你申報材料裡寫的生態稻蛙共作基地，你的水稻呢？你的天然遮陰屏障和生態過濾帶呢？李教授，您有所不知，今年天氣太熱，水稻容易生病，我就臨時調整了方案，把水稻提前收割了。對，提前收割了，但這不影響蛙的生長。您看這蛙個頭多大呀！提前超割，水稻的生長週期有嚴格自然規律。現在才幾月份？這水面上的藍藻和油脂，明明是長期過量阜外高蛋白人工合成飼料，導致水體嚴重富營養化造成的。李教授，這水裡的氨氮和亞硝酸鹽指標高得離譜，而且有明顯的化學抗生素殘留氣味，這根本不是生態養殖，這是最傳統、破壞性最強的高密度掠奪式養殖。各位專家，養殖嘛，總要考慮經濟效益的。我這雖然用了點高科技飼料，但產量上去了啊！李教授，您有所不知，今年天氣太熱，水稻容易生病，我就臨時調整了方案，把水稻提前收割了。對，提前收割了，但這不影響蛙的生長。您看這蛙個頭多大呀！提前超割，水稻的生長週期有嚴格自然規律。現在才幾月份？這水面上的藍藻和油脂，明明是長期過量阜外高蛋白人工合成飼料，導致水體嚴重富營養化造成的。李教授，這水裡的氨氮和亞硝酸鹽指標高得離譜，而且有明顯的化學抗生素殘留氣味，這根本不是生態養殖，這是最傳統、破壞性最強的高密度掠奪式養殖。各位專家，養殖嘛，總要考慮經濟效益的。我這雖然用了點高科技飼料，但產量上去了啊！不合格，徹底取消該項目的扶持資格，立刻追回所有已經預發的前期測試款項。李教授，您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改，我按照書裡的改。謊言被徹底戳破的這一天，趙強的野心和算計，終於在這片被他親手毀掉的土地上化為了泡影。而真正掌握着這套生態密碼的我，正在清江村的另一頭，迎接着屬於科技農人的黃金時代。遠哥，咱們這蛙品相真是絕了！我昨天撈了2隻做測試，那腿上的肉結實的跟石頭一樣。這就是時間和大自然給我們的最高獎賞。咱們沒用一點違禁藥，沒施一點化肥，這水乾乾淨淨，養出來的東西自然錯不了。不過酒香也怕巷子深，今天才是真正檢驗市場成色的日子。周總，一路辛苦。各位乡亲，我们最怕的就是農產品裡的藥殘和重金屬，但在林總送檢的這批黑斑蛙報告裡，抗生素殘留0，重金屬超標0，甚至連最微量的化學促長劑成分都沒有。更不可思議的是，肉質指標
這批黑斑蛙的肌肉纖維密度比市面上普通的養殖蛙高出整整40%，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含量完全媲美，甚至超越了纯野生状态的黑斑蛙。这是真正的顶级食材。由于林总坚持采用稻蛙共作、底磁微生态循環的纯天然模式，这批大米不仅无农药、无化肥，我们的评审委员会已经全票通过，直接为这批大米颁发了最高级別的國家有機農產認證。好啊，咱清江村這片爛泥田真讓遠子給種出金子來了。周總，數據只是基礎，我們基地的產能和持續供應能力才是今天咱們談判的核心。不用談了，林總，像你這樣既有生態情懷又有硬核科學技術的農人，現在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市場上的統貨黑斑蛙現在是18塊錢一斤，我給你比市場價高出2成的高品質溢價，這批成熟的蛙我全包了。至於這批蛙田有機大米，我們綠源鮮品以20元一斤的價格全部現金包燒，只要林總願意，我們立刻簽訂未來5年的獨家戰略直供合同，包裝、冷鏈、物流我們全包，絕不讓你操一點心。好，周總痛快，我簽。绝地反擊的戰役已經打贏，但我知道，這片土地的未來絕不應該只賦予我林遠一個人。大國農業的格局才剛剛在我面前徐徐展開。高出2成，冷藏成不夠，還差10幾萬的窟窿。對，那是夫妻共同財產，我先拿來應急，等我翻了本再還給他就是了。你在幹什麼？把存折給我。什麼你的我的？現在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兒，基地被查封了，外面一屁股債，這錢放着也是放着，拿出來給我去還債，去走動關係有什麼不對？我是你男人，你的錢就是我的錢。去走動關係，去還債。趙強，你還不明白嗎？你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不是因為運氣不好，更不是因為關係不夠硬，是因為你從頭到尾都在騙。你騙了領導，騙了專家，騙了市場，甚至連幫了你大半年的園子，你都能狠心用2000塊錢打發走，還要去舉報他。你從來沒把任何人當成一家人，你眼裡只有你自己。這筆錢是我1分1米從牙縫裡省下來，留給娃將來去縣城念高中的指望。你想把它拿去填你那個永遠填不滿的貪欲窟窿，我告訴你，沒門兒！你居然敢這麼跟我說話？你是不是看林遠現在發財了，翅膀也硬了？對，我是看遠子發財了，但我看的不是他的錢，我看的是他走得堂堂正正，站得清清白白。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像個什麼？你把土地搞臭了，把親情搞沒了，現在還要把老婆孩子最後的活路也斷了。你要幹什麼？分開冷靜一段時間吧，我會帶着娃去鎮上租個小單間，娃在那邊上學也方便。家裡的債務是你一個人瞞着我亂搞污染、弄虛作假欠下的，不管從道義上還是法律上，我都不會拿娃的教育錢去替你背這個黑鍋。從今天起，我們的財務徹底分開。進。遠子，我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我全完了。環保局的罰款
专家的退款，還有飼料廠的起訴通知書，今天全送到了。娟子也帶着娃走了，她連看都不願多看我一眼。遠子，我這輩子算是徹底毀了啊！你毀掉的不是你自己，是你對土地和規則的敬畏。我早就告訴你，違背自然規律的貪婪一定會付出代價。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選擇。遠子，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我不該搶你的功勞，更不該舉報你。可是我現在真的走投無路了，你能不能借我30萬？只要30萬，我把最急的債還了，免得去坐牢。你放心，我給你打欠條，算高利息。借錢不可能。你的那個基地現在是一片毒地，我的錢是乾乾淨淨從綠色生態裡長出來的，我絕不會拿乾淨的錢去填你那個骯髒的、違背法律和生態的無底洞。但是，雖然我不會借錢給你去填窟窿，但我可以按正規的商業流程和市場評估底價，全盤收購你那個面臨整改的廢棄基地。我會用生態降解技術，把那片毒水重新淨化成活水。至於你，如果你還想還債，如果你還想把姐姐和孩子接回來，就脫掉你那身西裝。我會給你開一份日薪，明天早上6點，穿上下水褲，到我的基地裡來，從清理底泥開始幹起。我以合理的市場底價全盤接收了趙強名下那個被環保局查封、勒令整改的廢棄養殖基地，收購款直接打入了法院和相關債權人的專用賬戶，優先結清了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和部分急需救命的飼料款，法律的界限畫得清清楚楚。這片曾經被污染的土地，從今天起正式納入了清河生態的版圖。林老闆，我來上工了。你的工作區域在基地最西邊的那口廢棄深水塘，那裡的底泥廖化蔥青濃度很高。你的任務是把表層半米厚的發臭淤泥一澆一削的挖出來，運到指定的發酵池進行無害化處理。每天按挖掘土方量計線算工資，中午管一頓盒飯，幹得好，錢一分不少你的；幹不好，隨時走人。先上來吃飯吧。這一塊的腐殖質還很厚，要再往下挖10公分，直到露出下面黃褐色的生土層，不然明年放了微生態試劑，無法形成健康的菌群。知道了，林老闆，我這就重新挖。他開始漸漸明白，那所謂毫不費力的生態奇蹟，根本不是天上掉餡餅的運氣，而是建立在對每一寸土地的敬畏，對水質、土壤、氣候的極其精準且枯燥的把控之上。大地的傷痕正在被治癒，人心亦是如此。這一塊的腐殖質還很厚，要再往下挖10公分，直到露出下面黃褐色的生土層，不然明年放了微生態試劑，無法形成健康的菌群。知道了，林老闆，我這就重新挖。他開始漸漸明白，那所謂毫不費力的生態奇蹟，根本不是天上掉餡餅的運氣，而是建立在對每一寸土地的敬畏，對水質、土壤、氣候的極其精準且枯燥的把控之上。大地的傷痕正在被治癒，人心亦是如此。在省城生鮮超市可是一搶空的搶手貨啊！叫我林遠就行，我就是個種地養蛙的農民。走，我帶你們去田間地頭看看。3號冷藏車注意，這批去往海納超市的貨，溫度必須嚴格控制在標準範圍內。出庫前，每一筐的溯源2維碼必須掃碼核對，
絕不能出任何差錯。那位是？那是我姐姐，也是我们合作社最严格的品控主管。这1年来，姐姐彻底走出了过去的阴霾，白天在基地学品控和财務，晚上上网科普习农业法規，经济的独立带来了精神的徹底覺醒。西区3號塘上午10點，溶氧量6.2，氨氮低於0.01，水質極優。林總，西區水質檢測完畢，各項指標全部達到最優標準，沒有任何變動。下午可以安排收網撈苗了，咋不到咋撈網了。辛苦了，繼續保持。過幾天合作社要評選年度最佳技術標兵，我看好你。林總，短短1年時間，您不僅創造了驚人的經濟效益，還把生態保護做得如此完美。更讓人震撼的是，我聽說您把最核心的稻蛙共作技術無償分享給了全村的鄉親們。王記者，其實沒有什麼商業機密，農業從來都不是一件可以閉門造車、吃獨食的事情。一個人富了不算富，一片土地健康了，整個村子的人都富了，這才是真正的農業振興。以前有人覺得種地養殖就是撒個網、餵點料，只想着怎麼走捷徑、怎麼騙過市場。但我始終堅信，農業是一門老實人的學問。你對土地誠實，絕不往裡面摻雜任何違背良心和自然規律的東西，大自然才會回饋給你真正的黃金。科技賦予了我們改變貧窮的力量，而敬畏之心則守住了我們大國農人的底線。遠子，今天這一批貨發完，咱們合作社今年的總分紅足夠給村裡修一條直通縣城的雙向柏油大馬路了。姐，路修通了，以後的日子就全是大路了。在那蛙鳴聲中，我仿佛聽到了這片土地正在唱響一首屬於科技與汗水的最美讚歌。